2017年11月，馬祖南竿島的一個地下掩體裡，時任指揮官楊海明下令把炮班裡除必要人員外的所有人全都趕去了遠處的防空洞。他的目的是為了試射一門大炮，在陰森的地下要塞裡留下了他自己和必要的操作人員。這門炮已經21年沒打過實彈了，誰也不知道這一炮下去是炮彈順利飛出去，還是炮管直接炸開。順着火聲拉下，炮響了。這門沉寂了21年的老炮是金門馬祖防線的精神圖騰，美制 M1 式240毫米榴彈炮，俗稱黑龍。時至今日，關於這門炮的討論從來沒有停止過。人們好奇於為什麼一門二戰時期的老式火炮在台灣服役半個多世紀，還有人對它的恐怖參數津津樂道，對它160多公斤的炮彈和炸出的巨大深坑讚不絕口。但在对這門巨炮眾多的吹捧聲中，卻很少有人講過這門老舊的炮究竟因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名氣，又為什麼能成為前線的精神圖騰。實際上，這不是因為它的火力，盲目吹噓黑龍巨炮的參數，本質上是沒看到這門大炮背後的故事。你可以說它口徑即正義，威力毀天滅地，但你不能否認，這玩意兒在美軍判定裡就是不符合未來戰場的需求。這門大炮有過很多高光時刻，但是一個連美軍都迫不及待想要淘汰的武器，一定是有它的不足。把這門大炮說得天下无敵，那二戰一結束就把它拉出一線作戰序列的美國人算是什麼呢？在二戰期間，這門炮還被稱為美軍最兇猛的火力之一，是陸軍的王牌家當。但就是這樣一個龐然大物，在幾年之後居然淪為了被掃地出門的棄子。可是這門有缺陷的大炮，換個地方在台灣，在那個特殊的時間內，居然能煥發新生，打破了美軍對他下的結論。最後又在海島上成了被供養幾十年的鎮島之寶。他們究竟是怎麼做到的？我們知道口徑越大威力越猛，可是黑龙巨炮的威慑力並不是这麼建立起來的。實際上，黑龍的價值不在於它那240毫米的驚人口徑，也不在於它一發炮彈能炸它多少永備攻勢，或者那些嚇唬人的紙面數據，這些只是表象，並不是它能立足的根本。美國在二戰以後戰術思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早就看透了這門大炮的短板，那就是它的戰術機動性簡直是一場災難。在二戰攻堅戰裡，慢慢搭積木組裝火炮還能湊合用，但到了冷戰初期，大家都在玩機械化，玩裝甲機群冲鋒。美國人從一開始就知道，這門全重接近30噸的鐵疙瘩是注定要被淘汰，用起來真的是太費事了。想轉移陣地，得把它大卸八塊，用2輛重型履帶車拉。到了新陣地，還要叫來大吊車，花6到8個小時重新組裝。在這個時間裡，他什麼也幹不了，這是平白無故給對方飛機送戰機。所以美軍對淘汰它毫不猶豫。理解了這種現象，就應該明白，這門炮後來能到台灣，純粹是一種歷史的巧合。1958年金本，島上士兵十分艱難，他們急需一種重型武器。對於防禦來說，地球足夠大，但台灣沒有那麼大的縱深，根本沒有空間去搞什麼機動作戰。海島防禦的本質是陣地戰，尤其是在那種防線被壓制的情況下，你去跟前線的士兵談什麼機動性，談什麼轉移陣地，這完全是在搞笑。要讓他們像烏龜一樣背着裝備跑到海裡嗎？而黑龍就是為當時量身定做的。防守方不需要這門炮跑得多快，甚至不在乎它組裝需要多久，他們只需要這門炮在需要的時候能穩穩地站在這兒，擁有絕對的射程和殺傷力，能夠形成威懾，這就足夠了。這就是一個量身定制的劇本。在這個特殊的歷史巧合裡，美國人正愁這批挪不動的大炮沒地方處理，台灣正愁前線沒有能鎮住場子的重火器。於是美方半推半就，搞了個轟雷計劃，把這批在沖繩準備指揮的大炮秘密海運到了台灣。1960年，這批大炮首次開火，一戰封神，坐穩了鎮島之寶的位置。但是千萬不要以為大炮上島就萬事大吉了。美軍走得很痛快，留下的島內官兵看着這批30噸重的龐然大物，卻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如何讓這門炮活下來？美國制造了一門不適合現代機動作戰的巨炮，台灣卻必須想辦法讓它適合台灣。現在的人去金門馬祖旅遊，看着那些花崗岩裡挖出來的防空洞和掩體，往往會覺得，哎呀，這不就是挖個地道嗎？沒什麼稀奇的。但是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當年為了保住這批240毫米的大炮，島上的工兵究竟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展現了多麼強悍的能力。這門大炮全重30噸，組裝需要8個小時。美國人是不管售後服務的，貨交給你了，怎麼用那是你的事兒。機動性不夠，在來台灣之前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面對大炮能打不能跑的困境，島內工兵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徹底放棄了野戰機動這個選項。既然跑不掉，那就給他造一個硬殼子。
這個想法太有創造性了，把一門大炮變成了一個堡壘、2坦克。他們靠着人力和炸藥，把金门和马祖最坚硬的花岗岩山體掏空，在幾十米厚的岩層下面修築了巨大的地下掩體。平時這30噸的大炮就藏在防空洞最深處，工兵在洞裡布設了重型鋼軌，一旦需要開火，炮班通過轎車和輔助設備順着軌道把大炮平推到洞口，裝填、瞄準、擊發，打完一炮再把大炮順着軌道拉回防空洞深處。厚重的花岗岩山體成了這門大炮的鎧甲。但是躲在洞裡又带来了一個要命的难題。了解大炮的人都知道， M1 這種2戰老炮採用的是雙角式大架，它的左右水平設計非常窄，只有几度。如果在平原上打仗，射擊角度不夠，可以把炮架抬起来，重新換个方向放猎。但現在把大炮塞進了一個狹窄的山洞裡，底部卡死在軌道上，大炮只能朝着一個方向打。只要目標稍微偏一點，這門大炮就成了個擺設。為了解決這個射擊死角的難題，工兵在洞口外面的平地上用鋼筋混凝土進行了陣地改造。他們在大炮的底部加裝了特制的輔助轉向馬達和環形軌道。當大炮被推到陣地中央時，炮手可以啟動馬達，讓這幾十噸的龐然大物在預設的方向上原地旋轉。這個討巧的工程改造打破了固定炮位的死角限制，實現了更大角度的射擊覆蓋。現在提起這些，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的，但在那個缺乏大型機械，每天還要防備炮擊的年代，這是前線的士兵為了台灣用血肉之軀和水泥築就的防線。這種依托花崗岩的地下要塞系統，才是這門大炮能夠威懾幾十年的真正核心。面對外部的封鎖和阻礙，台灣人用現有的裝備交出了一份足夠高分的答卷。黑龍從來不是一個先進的武器，就算是在台灣這種完全適配的地形加持下，它依舊是能用的，而不是領先誰的。口徑與威力不是這款大炮最值得說的，它所代表的精神才是，它背後的人才是。這款大炮在這些人的努力下達到了它的價值最高位，但是他想面對的那個場景卻消失了。在80年代以後，這門美軍為了毀滅而生的大炮突然面臨了一個尷尬的處境，那就是適合他開火的環境變了。在這個時期，他連訓練開火的場景都沒有，他的威力實在是太大了。160多公斤的炮彈發射出去，炮陣威力是被成倍放大的。這門炮只要一拉火繩，巨大的聲浪能傳出好幾公里，炮口產生的超壓氣流甚至能把附近沿海村莊的民房玻璃全部震碎，有些老房子的牆體都能震出裂縫。在和平時期，要是天天這麼搞，投訴信能像雪花一樣落到政府的頭上。正因如此，高層對黑龍的實彈射擊控制得很嚴格，常年只允許在特定的海地陣地以極低頻次的打上幾發。到了1996年之後，隨着兵力不斷縮減，這批巨炮乾脆刀槍入庫，馬放南山，進入了長達21年的戰略封存期。這就回到了2017年那個場景，封存21年，對於精密的軍工機械來說，如果不加以頂級的維護，那就等於慢性死亡。海邊常年高溫高濕，山洞裡更是滴水漏潮。雖然這些年 M1 黑龍依然被定義為固定火力，平時封存維護，但是21年不打實彈，炮管的金屬疲勞度到底怎麼樣了？那些用來吸收幾十噸後坐力的液壓附近機，密封圈是不是早就爛光了？甚至那些在彈藥庫裡放了幾十年的老炮彈，發射藥是不是已經變質了？全都是未知數。當楊海明決定重啟這門老炮的時候，他心裡清楚，炸膛的風險很大。如果液壓裝置失效，或者炮管內部出現了肉眼看不見的暗裂紋，拉下火繩的那一瞬間，幾千度的高溫高壓氣體無處排泄，就會直接把整門大炮撕碎，掩體裡的所有人都會在一瞬間消失。這也是為什麼他要把所有的炮班成員全部趕走。後來的人在看到這段錄像的時候，可能會覺得這就是一場作秀，是政府高層在給自己壯膽。但如果你了解這門炮的歷史，你就應該明白，那個瞬間的歷史感有多麼真實。一個兩鬢斑白的老將，一個剛入伍的新兵，他們操作的是一門比他們爺爺年紀都大的2戰巨炮。當火繩拉下，炮聲響起，這門沉睡了21年的老炮爆發出了一如當年的怒吼。炮彈平穩地衝出掩體，帶着撕裂空氣的尖嘯，精準地砸向了預定海域。他用純粹的破壞力向所有人證明了自己依然寶刀未老。對於一門2戰時期生產又在潮濕山洞裡封存了20多年的武器來說，這本身就已經是一個讓人嘆為觀止的軍工奇蹟。老將的眼光沒有錯，這門曾經陪伴過他們青春的黑龍巨炮，並沒有因為歲月的流逝而生鏽癱瘓，它依然是一頭隨時可以亮出獠牙的鋼鐵猛獸。看到這裡，很多人可能會產生一個疑問，在各種高科技武器滿天飛的今天，台灣為什麼還要花大力氣去保養，甚至去試射這樣一門2戰時期的老炮呢？這種老式武器放到今天，真的還有實戰價值嗎？武器的價值從來不是只看它誕生的年代，真正決定一件武器有沒有意義的，是它是否適合某一種特殊的戰爭環境。
而黑龍巨炮的故事恰恰證明了這一點。事實上，如果我們跳出參數比拼的怪圈，你就會發現，這門240毫米的老炮不是沒有過時，而是在對的時間和地點，針對特定防線量身定制的武器。現代高科技武器的一个通病，那就是它們太依賴電子系統了。現在的戰場上充斥着各種複雜的電子干擾、信號屏蔽和網絡黑客。你再先進的制導導彈，再聰明的無人機，一旦 GPS 信號被掐斷或者數據鏈被干擾，瞬間就會變成無頭蒼蠅。但是黑龍巨炮完全沒有這種煩惱，它是一台100%純機械驅動的暴力機器，不需要連接無線網絡，也不需要尋找衛星信號，只要裝藥、測算、激發。在這個電磁環境越來越複雜、越來越不可靠的時代，這種完全免疫任何電子干擾的純機械重火力反而是台灣的底氣。更重要的是，幾十年來，島上的炮兵早就把周圍每一片海域、每一塊沙灘的坐標測算得清清楚楚、熟記於心了。在這樣的防禦體系下，黑龍巨炮根本不需要到處跑，它坐鎮在那個精心設計的八卦陣地中央，射擊死角早就被徹底消除，炮口可以精準地指向任何一個潛在的水域。黑龍巨炮根本不需要什麼精確制導，它打出去的那可是重達160多公斤的高爆彈頭，落地就是幾米深的大坑，爆炸殺傷直徑高達500米。而且我們千萬不要低估了前人的智慧，那些當年用人力一點一點掏出來的花崗岩掩體，到了今天依然是世界上最頂級的防護罩。幾十米厚的純天然花崗岩山體不僅防線隱蔽，而且抗打擊能力極強。大炮平時就藏在山體深處，打仗的時候順着軌道推出來，轟完一炮再迅速拉回去。這種依托大自然力量打造的堅固堡壘，讓黑龍巨炮擁有了極強的戰場生存能力。只要山體不塌，它就能源源不斷地向外傾瀉毀滅性的火力。所以我們今天再去看這門240毫米的黑龍巨炮，它顯然不是先進的火炮，但絕對不是什麼落後於時代的廢鐵。它存在的意義就是最純粹的火力和最堅固的掩體。而 M1 黑龍最動人的地方也並不在它的威力和掩體上。這門巨炮靜靜地蟄伏在花崗岩的要塞裡，身上凝結着那個時代前線工兵爆發出的智慧與勇氣，也傳承着一代的炮兵默默的堅守。它是活着的歷史，更是台灣最可靠的定海神針。好了，關於黑龍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認為誰能頂替黑龍呢？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劇透氣，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